你有多久没来台东抬头看看天空了？这集我们直接冲一波热气球嘉年华，不只看到呱呱超爱的吉伊卡哇热气球，晚上还入住红泉温泉，彻底放松。隔天更直奔太麻里迎接第一道曙光，顺游金针山跟超美南回休息区，2天1夜超充实台东行程。虽然因为台风路过导弹，没有顺利看到1颗蛋的完美日出，但是我跟恰米还是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跟恰米现在来到鹿野高台，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热气球。然后鹿鸣温泉酒店会有热气球专门的接驳车，然后因为今天订饭店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地理位置，我就想说台东它不就资本温泉最有名吗？所以我就订了资本温泉的饭店。好，反正就订错了，现在就将错就错。然后我们要出发看今天能不能看到热气球，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特别顶好的，那就拭目以待咯。然后停车一次是200元，因为我们没有预约，就是我们是临时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台东的热气球展，跟恰米一起，开心。那我们先过马路，好多人。来到台东，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鹿野高台。这里海拔大概350公尺，拥有超棒的天然视野跟发达的空域。站在这里，你可以把整个花东纵谷的溪谷田野、卑南溪，还有远方的都兰山，通通一览无遗。最厉害的是，鹿野高台可是全台湾举办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唯一场地。每到夏天，这里都会聚集来自全球的数十颗造型球跟标准球，场面超级壮观。现场除了有热气球溪流体验，还有精彩的无人机展演跟夜间光雕音乐会。不过就算不是热气球季来也完全没关系，这里平时也是极限运动跟亲子踏青的圣地。找个好天气来这里看风景、放风、踏青，真的超级疗愈。而这次呱呱跟恰米会来，完全就是因为可爱的吉伊卡哇。恰米已经被呱呱吵到耳朵都要长茧了，这才终于迎来了我们的热气球初体验。Chasing things I'll never hold, but standing here, I'm richer than I'm told. I found a silver lining in the gray,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went my way, not asking for the stars.
它是可以在上面拍，然后用它上面在一个360 Insta， 对，然后那时候去土耳其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没有日过非常下方的球头，才会联络并且团队要把上方的球头收起来，我用什么方法回弹？ Dancing in the kitchen through the night. No reason, no occasion, just the sound of laughter spinning circles on the ground. And I've been chasing things I'll never hold, but standing here. 它超可爱的，有人跟我一样也是吉米吗？被悬崖了。 I found a silver lining in the gray.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went my way. Not asking for the stars or something grand. Just grateful for the life that's 拍照的时候， in my 朋友们 hands. 记得要站在右边 I'm 哦。 the lucky 为什么呢？他是保佑嘛，他在右边，他开玩笑的哈。还有没法行动的， I don't 牢牢的小心点。 Maybe this is all I am.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 for me. Just waking up and breathing easily. 跑到吉里卡拉前面来拍个。好，吉卡哇，越南的飞机它的封面啊，变成自由。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went my way. Not asking for the stars or something. Just grateful for the life that's in my hands. I'm the lucky one today. 1到40号才有，现在开放。 The lucky one. 也有卖很多吉里卡哇的。额外开了30个名额，赶快哦！晚到的就 Look 没 the 有了， sunlight on the wooden floor. Nothing missing, nothing needed. 什么坏了？刚好是第一间耶，好好玩。这个走廊很像那个旧校舍，真的是，房间那么大哦。他说23平耶，可是这也太大了吧，要死你要饱，也很干净，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像一般的那种还有额外的沙发。然后因为今天订的比较晚，所以我们是分开的床，它椅子就是个很简单。然后这个门很特别，在哪里？好啊，装热水放凉啊？没有，它的矿泉水在上面，你可以帮我拿走。那是我们的生鱼片。可是很干净耶，还蛮舒服的，而且没有霉味，然后没有什么夜景可以看，真的。热水区在哪里？哦，还有热水壶在这里。但我自己有带，但是还好。不过它就是
呱呱是个矮子，所以我还要垫脚尖才可以拿得到。这样子，好了，我跟cha米决定要先去探险，再回来吃我们买的东东。然后那个门都有这种关声，这应该是日治时期。咪咪关门就上锁了耶，我确定。还有按钮，很可爱。然后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上锁，因为我看它那个好像是有的。然后那边有热水壶的地方，也有楼梯，所以算是逃生口。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搭电梯下去，这都是大理石的地板，是不是？这是不是大理石的地板？出发的地方是那个彩虹，然后它游泳池开放到10点而已，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没有带泳衣，所以等一下就只能看了。他说所有的蛋都在餐厅可以买。你知道台东资本红泉温泉度假村不只是一家普通的饭店而已，更是台湾寻找自主能源的一段缩影。它最厉害的就是园区里面那口资本第一井。时间回到1970年代，当时全球爆发石油危机，政府开始在全台湾找自主能源。1982年，中油来到资本这片玉米田开钻，一口气挖到了1460公尺深，成功钻出井口温度高达135度的优质地热。只可惜当时的技术解决不了管路结构的问题，发电计划最后只能喊卡。但中油留下来的这个大理被后来的红泉接手，一般饭店打井大概只有200公尺，红泉却直接拥有这口深度近半座101的深井，温泉纯度极高，成为真正的资本第一井。而且这间饭店的英文名字叫 Rainbow， 这可不是随便取的哦，因为这口井的地下压力和温度非常高，饭店只要定期打开井口，滚烫的蒸汽就会直接冲上8层楼高。当白色的水雾在阳光下散开，空气中就会出现一道超美的七彩彩虹。当时的总经理就笑说，坐在露天池泡汤时，感觉手一伸就能摸到彩虹，这也是 Rainbow 这个浪漫名字的由来。还有，大家去温泉区最喜欢体验的温泉煮蛋，红泉可以说是始祖之一。他们利用80-90度的高温泉水，开发出一套温泉自主食谱。除了煮蛋、玉米跟番薯，最猛的是还能煮虾子。用他们的碳酸氢钠泉煮出来的虾子，完全不用加姜跟米酒，直接吃就鲜甜到不行，是这里必体验的招牌活动。虽然这次我跟cha米因为来得太匆忙，没能好好体验温泉煮物，但是光看旁边路人组成一团，香味四溢，就觉得超级热闹，别有一番兴致。从国家探勘地热的历史，到随处可见的彩虹奇景，这口地热井让这家老牌饭店多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故事感。一大早4点多就爬起来太麻里花园曙光观景台，就我昨天在地图上面看到的。然后那里有可爱的文字写太麻里，咪咪这要写太麻里。我们今天是打算来追日出的，但是跟去卡卡角一样，雾也是很大。
可是其实昨天明明那是飞机嘛，可以来看萤火。哪里？那上面有亮亮的，被云厚厚云遮住，应该是。那里还看得到一点城市的街景。然后跟在纽西兰卡卡角一样，云超级大的，大到不要的云。然后太麻里的字变得很好看了，因为是彩色，很美。这里。早安，海岸线，很漂亮。然后还有人很亲切的跟我打招呼，我最喜欢亲切的人了。今天的云好看吗？9:25，还有5分钟，原本预报的日出就要出来了，不过看起来感觉有点惟妙惟肖。然后我们家的恰米在那里有点难过的坐着，然后云开始有一点变橘了。让我们温柔的、静静的等待这场迷彩的灯光秀吧。这有一个小水娃娃。下礼拜来绿岛。我才没有去过绿岛，绿岛要怎么去？搭船会很麻烦。然后我跟查米现在来到多良广播车站，现在的话是凌晨6:08。然后这边的海看起来很漂亮，不过今天确实没有一颗蛋的那个日出。然后这是我们家可爱的恰米，在这里。可愛い的恰米，这边也蛮有海景大片的。
明明有4家哎，我等一下要吃4家，还有凤梨牛奶凤梨，还有藜麦的稀饭。跟烧麦是温泉蛋吗？然后咪咪说她的早餐非常的好吃，我还拿了一个4家，然后咪咪想要做尾吐司。风景也蛮不错的，人没有特别多，但是刚刚好。然后这是藜麦的粥，还有牛奶凤梨。然后我在吃4家，我觉得它的牛奶馒头超好吃，我吃了2个。小白菜炒的很好吃。4家刚刚好。面包。跟cha米我们要回去再泡一下汤，而且这里可以11点再退房。然后它游泳池的水早上是干的，已经放完了。它游泳池早上是干的，那个是温泉吗？去摸看看。我昨天想录这里，但是昨天人很多，不好意思。这有很多的温泉知识，是我。对啊，他说33度而已。哦，那咪咪你看那里的，这里的有看吗？我们昨天是晚上，然后现在是早上。这是蝴蝶，你去看看，好多蝴蝶，好漂亮。蛮不错的，早上的时候，从哪里走出去？走原路回去。好，就简简单单的，可是还蛮舒服的，跟我在土耳其泡的那种温泉水很像。那里有一个桥，我想要走这个桥。虽然是假桥，但看起来很可爱。然后这早上会装冷开水，我昨天有喝。然后这有洗衣服的地方。小朋友的尿尿，我们昨天有去做。这个是南关桶。哦，嘉明湖在那里。对啊，所以他们是来这里。这也有一个乌鹿温泉。这里是可以住在这里。时尚干嘛？对，住在这附近，然后去爬温泉，去爬下去。现在好热。我们爬得上去吗？应该可以。啊，这有他泳装的。一箱200，我是超爱吃啦。哦，我的水煮蛋，
在咪咪的口袋睡觉。压迫了什么？然后这个是这里的地图，结果我们刚刚从冰箱要拿水出来喝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矿泉水冰块了，所以他们的冰箱很厉害，然后冷气也超级凉的。这就是以上我们住宿的经验，除了这个是单人床以外，呱呱都非常的满意。唯一可惜的就是他们后面步道因为地震跟很多个台风就受伤了，还没修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了。大家都是11点才走。一定要泡到最后一刻吧，对啊，因为太舒服了。我们整个泡到舒服。其实刚刚本来很累，但是泡完汤以后又觉得还好。我们的车车就在这里。真的耶，是温泉蛋吗？对啊，真的耶。咪咪我也想煮温泉蛋，它好像一次要买1盒太多了，会不会？还是还好。哦，我们有，谢谢你，谢谢啊。然后好多人都1盒1盒的鸡蛋买，然后做温泉蛋回去。刚刚那阿姨很好，还问我说要不要吃，我真的很想吃，但恰米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吃了，就这样。这里的人都很好，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台湾人吧，就是很好，很热情。除了昨天那个去买那个牛肉面，我们昨天去那个金龙温泉那里买一家很有名的排队的牛肉面跟水饺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水饺比较好吃。然后因为昨天等的时候太热了，然后那家牛肉面店冷气好像就是已经坏掉1-2个月都没有修。然后昨天热到爆炸，恰米就是有点热到受不了，他就跟我说他决定要外带。然后在我外带的时候，他就去隔壁买了那个椰子水嘛，想说就是喝个椰子水解渴。结果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恰米买的那个椰子水就是超酸的，然后很像臭酸臭掉，然后那椰子水一点都不冰。那因为我在前一刻就是买面的时候，我就有刷了评论，然后我看那评论就是不咋地，而且他的那个评论的人没有很多，但评论是一个参考，只是没想到恰米就是一口气买了3罐100块的椰子水之后，就是臭酸椰子水。然后我一口都不敢喝，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拉肚子。然后恰米就是因为真的很渴，然后又很热，他也是很努力的，就是把那臭酸椰子水喝完1罐。后来就是好不容易拿到，就是在等面的过程，就是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跑去跟那个卖椰子水的老板说：“哎，你那个椰子水酸掉了。”然后就有那个老板娘说：“没有，我们这个是老的椰子，老的椰子都是酸的，你不懂，你没喝过啦。”然后我说，我就说我真的是没有喝过，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冰点的？因为这个都一点都不冰。然后我说，不然你就现剖给我。然后那个老板娘就是都一直不现剖，然后一直打喷嚏，然后他就一直在说他那个是老的椰子，我们没喝过什么的。后来我本来觉得我们好算了，摸摸鼻子就走，就有一个人他在我后面买了8瓶，66，他可能买了9瓶，然后他可能也是喝了1瓶以后，发现那椰子水就很酸很难喝，然后他一看到我就是走过去以后，他又过去了。后来我们2个就成功跟那个卖那个臭酸椰子水的那个老板娘退钱成功了，哇，超赞的！然后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有来泡汤的话，还会再多送一个500元的住宿抵用券。那咪咪，你有拿到章吗？有啊，在哪里？在这一份啊。然后它可以集章，就是集满10次免费送1次，就很推荐大家来这里泡汤，因为它的温泉水真的是超级舒服，就舒服到我们刚刚还一直泡到最后一刻我们才上会这样子。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台东游，然后昨天发生的小插曲。那其实恰米平常他不太会 Google 评论的，就除非说这家店真的让他觉得很感动啊，或是超级好吃，或是很值得推荐，他就会写 Google 评论。那是我对之前就是恰米的观察。然后昨天恰米竟然很生气的，就是写了臭酸椰子水的评论，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在那 Google 地图上面看到，不知道那个就是评论区是被关闭留言还是怎么，反正就是没有看到那个臭酸椰子水。
对，那希望大家下次如果去买的时候，它如果椰子是现破的，我相信它真的是非常的美味。但如果它是用它的就是不冰的那个冰箱椰子水的话，你们大家就要稍微三思一下，因为如果喝酸酸的，不要因为他说我们椰子是老的，所以比较酸，就继续喝，因为真的是有一点崩溃的现场。然后我自己就已经觉得还有2罐很崩溃了，那我看后面那个大哥提了9罐，没有，他只有8罐，因为他喝掉1罐，我就觉得超级好笑，就这样。好，然后我跟恰米走错路了，因为跟着导航，大家如果来金针山的话，要记得要往下面的那个哦，就是它会有一个下面往金针山游客中心才对，就是这个位置。我刚刚就是弯错路了，弯到一个不要，然后前面那台车更猛，它跟着导航去一个悬崖边的土石流，我快吓爆了，还好它比我们早回头。然后我们现在要弯的过来，然后就是那个看板，大家有看到了吗？往金针山游客中心。对，好，反正我们就是走错路了。惊魂记结束。然后路真的很诡异，那这里有个借问站，看到金针花的一点点。就像上面说的，不要。铁教堂是已经被拆了，现在已经哪里看不到。对，我们之前是走这个路上来的，没了，好可惜。然后原来那个建筑叫1314的来，是一个艺术史设计的，然后2024年已经被拆掉了。拆掉？所以看不到了。冲掉还是拆掉？对，他说已经被海风腐蚀了，就拆了。没有保养，可能就会被拆掉。
reaching out.